欢迎收看《非专业说》这次非专是要再用另外一个不一样的视角，跟大家分享我对 MMA 的一个看法，这比较属于个人看法。因为我其实录完2集，我就已经不想针对 MMA 再继续录下去了。可是发现 MMA 利用了一些手段然后去产生了这个社会价值观的扭曲以及偏差。那所以我们就想再对 MMA 做更深入的一个部分的解释啊。第一个就是MMA 互助平台这样一个，它是怎样一个机制啊？你看你今天投100块100块的这个美元啊，提供帮助啊，帮助别人啊，帮助别人呢，你就会得到100的 Marflow。这个 Marflow 就是有点像是它里面的这个一个虚拟币的一个单位啊。那15天之后，它就会给你15%利息啊，它就会给你15%利息。30天之后呢，会给你30%利息。OK， 你如果撑到30天的时候，它就会给你30%利息。然后意思就是强迫出局啊，这时候你会得到130的 Marflow 啊。那这130的 Marflow 呢，你就要等待援助啊，就好比说你就有130的那个援助的一个资格啊，你可以随时想到你要去寻求资格的时候，你就可以投下去啊。刚才讲说我要寻求 Marflow 这样的一个支持，于是就产生里面这样一个泡沫啊。它消化泡沫方式呢，其实就是用这个 Marflow 等待人家去消化它啊，等待人家去消化它。它大概有什么问题呢？这大概一个问题就是说，之前已经强调多账户啊，多账户其实就是这个平台里面最大的硬伤啊，最大的硬伤。那因为它里面有一些任务要去完成，然后达到每一个月100%的一个收益啊。因为这个MMA 它其实我们在外面一般真实世界它的一个财富的积累它是有一个信用一个评鉴的信用评鉴的，就是说它是有一个信用单位去做支撑的。这个信用单位支撑，我们可能是用黄金做杠杆上面的操作然后呢，MMA 呢，它的支撑呢是它的信用支撑呢是用人性的贪婪下去支撑的。因为你是用人性的贪婪下去支撑，为什么说用人性的贪婪？就是你去贪图那30%才是100%的收益嘛，而且1个月就回收了嘛，所以你就会你明知道它有问题，你也会去投入跟增加。平台也告诉你了，它并不会保证你这100%的收益，或者是说这一个 Marflow 的这个单位就一定是可以给你寻求的帮助，所以你必须要认清一件事实，你是在帮助别人，所以你当有一天你得不到帮助的时候，也不要觉得奇怪因为这个就是有风险的事情。然后你会看到很多人的视频也是有强调一件事情你就是要你要明白你要投入那么高的风险，就要那么高的收益，你就要承担那么高的风险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好，然后呢？他也在最主要是他扭曲一些价值观，他告诉你说 MMA 在这个社会上已经存在4年了，如果要跑路早跑路了所以大家就不用要相信他。然后之后呢，再用另外3种名词去包装了这个 MMA。第一个叫做互助互助信用就是信任叫信任，然后友爱。用这3个名词去包装的平台，这个是一个互相帮助的社群，然后互相用自己的信用来去创造财富的社群，用这个有爱的方式，帮助别人的方式去创造价值就是它就是过度包装了。这讲有点把这个用这个3个字把贪婪这两个词给虚化掉，因为你讲贪婪就大家就联想到不好，但是你把这个互助友爱然后信任这样的名词去虚化掉贪婪，于是就好像可以合理化。再来就是羊群效应他利用一种手段达到羊群效应，就是说你可能完成了一个任务，然后你得到了一个帮助之后，你如果可以再录制一个感谢词的影片上传到 YouTube 那你就会得到更多的收益这样的一个任务。OK。好，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请问这收益怎么来的？就是你后面加入的钱投进去换来的嘛，啊。那这早些钱，这整个体制跟架构上面，它就属于一种金字塔金融骗局。但是你觉得，政府或者是说这个体制能够让它维持持续的我们讲说生态价值嘛？我们现在目前的银行机制哈，银行体制跟银行机制是这样子的，他去抨击它也不是没道理哈。第一个，政府发行货币买进黄金，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政府在发行货币的时候，其实是它的概念金基本上是没有黄金的，所以它是先印的钞票，然后把黄金买进来啊，买进的黄金的时候，再采用杠杆的方式，再去印笔钞票，然后再去把黄金或者是兑换价值给换进来啊，是这样子。然后呢，你拿黄金换到钱之后然后再去产生劳动啊，假如说，你今天拿到钱了啊，你要搭车，人家就产生劳动产生价值，你就要给他相对的价格啊，于是你就把这个货币啊产生一个流通性啊，就产生了这个经济的一个规模啊，产生是一个市场规模以及经济规模啊，这样货币就产生了流通。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所以它是有一个劳动力跟生产力跟创造力的这样的一个结合，跟这个货币之间产生流通。可是 MMA 这个平台是没有的，它里面是没有劳动力的价值，所以它是虚涨啊。如果说里面是有工作啊，你有工作那是做任务是不会产生价值的，也不会产生，当然相对不会产生价格，所以你一直都是由后金补现金啊。那它里面你看还有在介绍 MMA 做核心思想的时候，有介绍一个东西叫做脚踏车，就是卖脚踏车这件事情。可是卖脚踏车的过程之中，他没有去描述，那这脚踏车怎么生出来的，对不对啊？你要卖脚踏车，你必须去描述啊，这个整个生态链嘛。那你这个你会说，这个某 A 要卖这个脚踏车要卖100块，然后 B 没有钱就先给这个 A 10块钱，那 A 拿到10块钱呢，就先存进银行，然后再把那银行再拿这个钱再借给这个这个要买车的 B， 然后这造成一个循环啊，然后造成一个财务的杠杆啊，原本的100块变成200块，100块的债务，100块的这个信用。然后这个银行就把钱就拿去乱投资啊，产生一个虚涨泡沫啊，其实这是不对的哈，这是完全不对的哈。银行是一种理财工具，你要重新认识银行体制。好比说，我们常讲说，有钱人的想法跟穷人有什么不同啊？这就是关键啊，就是说，赚钱你需要我们讲坦白的，赚钱需要一些思维跟一些脑袋跟一些方法，你需要经过改良跟改造。你可以透过很多的正当的手段去赚到很多的钱，但是多数时候都是自己不懂，然后就踏入一个误区啊，认为说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我就可以致富，我怎么去用它？好比说 MMN 啊，好比早先讲的 MBI 啊，还只是再来讲这个 MBI 啊，都是类似这种状况啊，就是你像 MMN 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说，我存在4年啊，问题是他每年倒一次啊，每年紧缩一次啊。你要思考看，他给你30%的利息，那是很高的虚涨泡沫。如果然后他又有一个多账户的问题啊，什么叫多账户？如果你要达到100%，你就需要开很多的账户去达到某些的任务啊。达到某些任务，为什么开多账号有问题呢？因为多账号会造成这个平台信用体制失衡，然后直接崩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为了要达到100%，我肯定要做一些任务啊，做一些任务之后呢，我需要带一些团队，我底下有团队之后，就会从原本的30%变40%，变50%，变100%来，依照他的任务里面的需求去达到100%的一个投资报酬益。那相对的，我开始有拉下线，我这个下线呢，产生一个 team， 产生一个团队的时候，来去支撑我第一颗球的一个100%收益。那下面这些球，它就不会，因为它提供
先提供援助嘛，那他再提供帮助，就是我需要被帮助，底下4颗球，假如说5颗球了，下面4颗球提供嘛，他一旦领回这个收益的时候，这4颗球基本上就准备消失。那准备消失会产生什么问题呢？就是我配对不小心配对到这个空球，因为它已经不再运作因为他强调每人就1颗球嘛可是我就配对一个就不再运作，不再运作的时候，你就会奇怪，不是应该3天吗？就是3天配对就应该要有怎样就应该有回应应该钱要到账。可是因为你配对到空球，然后你就对这个平台开始受到一次的信心的打击，然后第4天没有。第5天没有，第6天没有，第7天没有，第8天，一旦你第8天拿到收益的时候，你还会再相信这个平台吗？你会开始对这个平台产生恐惧于是开始信心丧失，然后开始崩盘。崩盘，你要这个东西的崩盘速度就很快因为你看它是用贪婪所堆叠出来的一个信用，所以它不能叫信用它是用贪婪堆叠起来的一个平台。那相对一旦遇到危险的时候，都是一哄而散所以他就在2011年到2014年，包含今年陆续好几个平台好几次，应该好几次都是关机或 reset。像马来西亚也是一样他也是遇到一次，他只是那时候不叫 MMA， 叫三面什么名词忘记了今年4月份的时候就一次停机重开之后只剩下里面的 Marv 这样一个数字。但是你永远配对不到那它消化泡沫的方式就是如此如果有一天我发现我这整台我的信用机制崩解怎么办呢我就宣告一次我需要开机重整我开机重整我得跟你讲这个就是游戏重来游戏重来，你最后一批的老鼠你就要自认倒霉啦为什么要自认倒霉？因为你的钱就是帮助别人的嘛所以这个谢盖尔跟 MMA 的平台就告诉你我虽然给你这 Marvel， 也就是说我关机重开之后 Marvel 在不在？在，但是你永远都得不到帮助你也申请也不会有人理你因为已经 reset 就是系统重来了那这个最快的方法是什么？重新再加入这个游戏那你100%的收益，你当初不是投6万了吗？系统 reset 嘛，那你再投6万，不是又把钱赚回来吗？投机者基本上就会告诉你这种方式现在目前台湾先讲说各个单位跟各个政府有没有机制可以对付这个平台基本上还真没有，因为去中心化，再来就是快涨快消，就是说它成长速度很快，然后泡沫嘣就不见了所以你也没办法针对它去做这个金流查询，所以4次崩解都是谁崩的，跟政府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我还来不及查你就倒了就是这样一个机制所以这边就是要去跟各位讲的，就是说我们想谈的是所谓的合法或者是有方法的一个投资概念，而是这种投机财我们就尽量就是撇远了不要去触碰。你像谢盖尔在1995年到1997年这时候，他创立一家公司，他一个泡沫虚涨，泡沫虚涨就必须产生一个缓冲区必须要产生一个缓冲区。他那时候股票翻倍嘛3年内翻了39.5倍就是股票翻腾39.5倍。那你又不可以让这个股票卖掉，你让这个股票卖掉，就是股票会崩盘。崩盘结果是什么？就是股票大跌，泡沫就爆炸。那他就发行了一个替代券这个替代券就叫 Marvel。那这个替代券呢，就是它这个缓冲区你就一般人你的股票不要卖，你就拿那个券我会给你一个相对应的这个票券这个票券呢，你就可以去换那个卤肉饭换便当来供给你一般的这个民生消费需求。但是相对性的，你就遇到你在那个电影里面 MMA 金融里面就看到了人性的贪婪而且你无法避免，就是什么呢？假钞假的 Marvel 的这样的一个券那是由谁印的呢？黑道黑道就跟这个谢盖尔讲说我就是要印那谢盖尔怎么办呢？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他也面对到这个生命危险，
那他就直接跟你讲，那你就印嘛，啊，那我只承认你，那你就只能用以黑制黑的方式啊，就是利用这黑道的力量，啊，不要让其他的人出现这印，但是你就会产生通货膨胀嘛，啊，你会过度膨胀，因为黑道你觉得他要给手下里面发现金啊，自己可以印钞票啊，为什么我不要啊？所以这是变成一个不可控。在经济学的角度里面，我们需要2件事情来去支撑这个所谓社会的经济结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保障私有产权啊，保障私有产权。那如果说以 MMM 这样的平台，它就是一个没有保障的一个平台，所以当它采用这个很多供求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下去，它会有信用这件事情吗？他如果一次开5个账户，他有5个账号都会全部符合你的系统平台规则去玩吗？当然不会啊，因为它并不受到国家的私有产权保护嘛，因为它只是一个 money game 的游戏啊。第二个呢，叫做市场自由经济，也就是说，如果说网络互助金融这个利息呢是由市场去定的，而不是你谢盖尔讲说30%、50%、100%。而是由我们就是我们这个消费者，然后以及贷出人啊，就是借钱给人家，帮助别人家的人，自己自由去定这样的一个利息的话，那其实它就产生自然的一个循环。我们讲一个就是P2P 平台 ，P2P 这以前在节目上好像有稍微讲过 ，P2P 平台在之前的节目就有提过，其实它跟这网络互助金融有点像，因为网络互助金融跟网络互联网金融是2个不太一样的概念。互助金融是我今天把钱捐助了，然后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提供帮助，然后这个资格是由这个平台来去定义的，然后这个利息多寡跟多少也是由这个平台来去定义的啊。像问题就出来了啊，这个平台呢，这平台未来会不会存在？会不会持续下去？基本上是不会，因为它没有对社会产生一个经济的生态循环。可是 P2P 之互联网金融就不是了啊，它是有一个生态循环的。好比说，第一个私有产权的保障，好比说你买车买房啊，这些都是属于私有产权，你会受到国家政府的保障啊，那也会受到抵押权的保障啊，就是你跟人家借钱会有抵押权的保障哈，这是第一个叫做产权保障。第二个呢，这个利息是你情我愿的，就是甲方跟乙方去做一个借贷关系的利息，不管是10%、20%甚至30%，这是你情我愿的，所以这个利息是由市场自由经济市场去定义的。所以如果你要选择，我们会比较希望说你把钱去投入在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你投 MMM， 那它是高收益、高报酬，相对高风险啊。那你100%，你钱不见就不见嘛，而且它有习惯性不见、习惯性泡沫。那可是 P2P 平台就比较不一样，它有产权上的保护跟那个私有产权保护跟自由经济交易的一个空间啊，所以你好比说你做这个未来应该还是会蛮健全的。内地基本上在这边的发展还算是有持续的一个运作下去。当然啦，免不了就是公司跑路嘛，这个加减，因为政府监管的体制也是不够啊，也没办法去跟上网络的脚步。就好比说 ，MMM 这个平台啊，政府机关跟政府单位基本上也没有能力去监督它啊，那它就是自然崩解，然后又重来，自然崩解又重来啊，不但自然崩解重来，它还生了孪生兄弟姐妹啊，像中国内地就最少有4个类似这 MMM 系统正在入侵中国内地哈，然后回头还入侵了台湾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东西你随时都在这个风险当中啊，都存在在风险当中。那为什么还有人那么多要投入呢？我们讲就是说，很多人有这个叫做投资的投机应该讲说投机造诣的一个现象，投机失败的造诣现象。要怎么讲说投机失败的造诣现象呢？这就是说，有些人他赚的钱，好比说投资股票赚的钱，
啊，一赚到可能只有赚到10%或者是15%，他就觉得很多了，于是他就赶快把它抛出卖掉，然后保障自己的收益啊，保障自己的收益。可是当有些人在投资投资失败的时候，他就开始了赌性就坚强啊。这个赌性一坚强的情况之下，就会放大它的什么赔率啊。可是你原本你发现这个股票，好比说 HTC， 你看它大跌嘛，你其实可以提早止损的啊，但是因为你躁郁的，然后无法控制自己的一个情绪，然后就会给自己很多合理性的理由，然后加大投资，然后放大自己的倍数，放大自己杠杆，然后就赔得更多啊。这些跟这个他们所讲的这什么金融体制一点关系都没有，全部都是在于自己的个人啊，不管是无知或者是贪啊这样的一个。应该讲说一个漩涡里面，让自己封锁在那个里面。然后这边呢，再想跟大家补充一些东西，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投资啊，包含之前所提的这个 O2O 啊，然后 MBI 啊、MIS 啊，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在人类社会的行为里面所有的投资它都是比较片面的认识，就是大多数人都是做片面的认识，然后非专是希望透过更深入的角度，让你看到这个整个社会的真实面。好比说 MIS 啊 ，MIS 的真实面是什么啊？很多人说，我有收到钱啊，他怎么会是一个诈骗呢 ？OK， 他没有客户，他没有所谓的真实客户，他的里面的架构都是虚的。你如果去看他所投资的网站，你会发现有些网站是2013年就已经停滞不前进了，就是说这些网站其实是有问题的啊。所以真实的情况之下，这是一个风险极高的投资啊。于是你还是觉得有赚头啊，又加大投资再加进去了。另外就是 MBI 的部分也是一样啊，它就是这里面有一个 MB 的虚涨啊，假如它不是拆分跟虚涨嘛它中间用 MB 来做的缓冲，然后用这个 MB 呢你必须找下线，然后跟上线去购买 MB 来去消化这样的一个泡沫，然后再跟你讲说它是跟实体对接，跟 O2O 对接，实际上整体的本质是健康的嘛？其实不健康的，都不健康的，可是会在于羊群效应。然后产生一个盲从好比说，你看 MMM 最近的发展速度这么快，就是利用了这个羊群相遇跟盲从你看很多人就是在网络上感谢伟大的这个谢盖尔马夫罗基先生，然后感谢伟大的 MMM 平台甚至一天到晚在我这个频道底下打广告我就一天到晚在按检举垃圾，我就很烦的用这个你看怎么那么多人都是赞扬他，那是不是他就是真的呢？我们人常常就是迷失在这个部分不管是 MIS 或者是 MBI 也好，我们早些年在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也是其实都已经讲到它本质上的问题了，然后也讲到它主体上的瑕疵了但是还是会说，如果人家就会讲如果他有问题，为什么我领得到钱？如果他有问题，为什么开那么久？如果他有问题，为什么运行3年了呢？那持续的就开始有人一样注资租金那直到他有一天真的是出现了严重的瑕疵跟问题，严重的我们讲那个Ufonk 好了，Ufonk 你看，还有这个 OPCC 还有这个马胜这个是前面刚才讲的那3家是没倒的，现在还在进行中的。可是后面是3个是已经确定抓到人了 ，RPCC 广告点击的抓到人了，马胜也抓到人了，对不对？还有一个 Ufonk 也抓到人了 ，Ufonk 在马来西亚换名字继续换到葡萄牙继续有没有领到股权？还是有人坚信嘛？为什么？坚信就是在投资失败的遭遇所产生的一个问题嘛大家就觉得说我因为他赔了，他想拿回来，于是就是让自己去相信说他还有机会再把钱拿回来。其实这个已经是一个过度偏激的一种思维那也有人说，银行体制到底出什么问题？赚钱到底出什么问题？赚钱没有什么问题，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对于
赚钱这样的概念不是很懂啊。然后好像杠杆这件事情呢，只存在于外汇。我们讲一个比较简单赚钱的方法，各位去理解啊。我们讲的这就是负债理财，或者是说另类的一个理财方式。我们讲一个稍微比较单纯的，假设说你今天你工作了5年，假如你工作5年啊，你好不容易就是存钱啊，存了大概100万啊，于是你存了这100万呢，你存这100万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运用这个钱啊？我们讲说你怎么去运用这个钱。如果是我的话啊，我有100万的一个存款，我会去使用银行贷款的方式来去加大我的这个资金的杠杆操作啊。所以银行提供了一个什么融资的机会，放大你的杠杆投资。那这时候你说要拿去哪里做杠杆投资呢？就很简单的，我们说那我们可以买个房子，买个套房，买个出租啊，这个房子的出租的方式去买这些东西。我讲一个简单的小东西，就是杨梅啊，在杨梅这个地方，最近的房价已经炒翻天了。炒到一坪大概15、16万了哈，炒一坪15、16万，但是呢，实际上的一个房价根本没有，就是应该讲说这个市场也是杨梅这五羊快速道路起来之后，这个市场其实没有达到那么高的一个房地产价格，基本上就是新房子嘛，建商彼此在哄抬炒作的一个结果啊，从哪里找这个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就是迁入变多了，在地人就是生育率降低了啊，也就是说，这样子的话，我们通常会在地人本地人会买房子自产给谁？给自己的小孩，所以这时候买房子的人应该就没有那么多啊，因为本地人比较少嘛啊。然后之后呢，它的迁出跟迁入率基本上是6000比7000啊，就是迁出的大概有6000多户，迁进来7000多户，那看起来好像蛮多，就是有成长。OK， 迁入是成长啊，但是实际入住有没有那么多人啊？那他迁入的目的是什么呢？啊，这个就是后面要去理解的。那这时候，我有100万，我应该怎么办呢？啊，我们就会选择去买比较中古的房子。杨梅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五羊还没盖之前呢，像我当初在买杨梅房子的时候，入手价格一定跌破你眼镜，是1坪65000块啊，1坪是65000块。那时候大概是6年前、7年前啊，比较久了，这个比较久了哈。然后我们后面在2013年、2014年的时候，房子就已经涨到14到15万左右啊。那相对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房子入手成本比较高的是近2年，可是呢，在5、6年，你在中古在10年内左右的房子啊，它当初入手应该都是很低的啊，那时候都喊到10万啊，实际成交价9万，好，最后8万啊。为什么？因为外来人口多了，但是租的人多，这样买的人少啊，买的人就少啊，因为他只是要租，所以他房价就直接下滑。所以那时候房子大概喊到10万的时候，我不买，我就等到后面等8万，我还不买，我又等，一直等到最后，我们就买了一个工程屋啊，就是他们这个。主任室，他们叫主任室啊，就是专门放工具的啊。我就要这间呢，是用最低价65000块买，所以买房子还是有技巧的，就是你要稍微有点耐心，有点等，你要了解周边情形，要做功课啊。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你看入手一个转换啊，那你要知道说啊，为什么要去买杨梅呢？因为它五羊高价起来，但是建商是没办法去等的。然后怎么可能等2年后、3年后五羊高速公路会起来呢？我们一定无法，建商一定不想等，他一定想赶快套现，然后把这个房子给拖了，而且剩最后1间2间，他赶快就便宜卖掉啊，就赶快换地方买。那买这个房子有什么好处？第一个是入手低嘛，
入手第一，你出租快嘛？你看到、现在杨美要租那个新房子啊，都要12000、13000，但是同样啊，大概7年到10年之间的房子看起来还是很新。那我只要用8000至9000就可以把它租出去啊，摊低我的这个月缴款，其实我房子就租得快，然后又可以保值啊。那这时候100万可以买几间房子呢？基本上可以买2间。买了2间呢，你看哦，你就你一边300万，两边都是300万，然后便宜的把房子给租出去了。这时候每一年每一个月都有租客在帮你置产啊。置产的过程之中呢，你给他再过5年啊，就是置产过5年之后，这2栋房子呢可以再帮你干嘛？再生2栋房子啊。所以10年之后你就会有4间房子，而这4间房子呢，你基本上每个月负担也不会太大。啊，你最多就是负担那个叫什么东西呢？那个叫什么？就是房屋的地价税跟房屋税这2个东西。所以杠杆上的操作啊，它不见得就是我一定要在外汇上使用啊，在国债就是美国国债啊、中国国债啊，或者是股市里面去操作啊。实际上，在很多现实的一个投资，好比说加盟啊，加盟它也是一种杠杆上的操作，好比说我发展一个商业模式，我开一间小吃店，我觉得它的一个东西是不错的，于是我要如何？第一个保证品质，第二个生产速度，第3个复制快速啊。如果我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商业模式啊 ，business model 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的话，我就可以这样快速的复制跟拷贝，然后发展自己的财富。所以这很多时候它需要很多的知识量跟知识基础啊。那你不很多赚钱的人，不管是王永庆也好，还是这个李嘉诚啊，你看这些比尔盖茨也好啊，阿里巴巴哪一个不是从最基础开始一直做到后面最终富翁的？有没有说一夜致富然后瞬间暴富的？没有，应该是我最起码你去看这些骗子在骗人在举的故事啊，不就这些人嘛，对不对？那有钱人的想法为什么跟你不一样？就主要就是在这个被翻跟利复利的市场杠杆上的操作有不一样的理解啊，所以赚钱的方法很多啊，只是说你要如何的去掌握那个技巧，然后你一定要自己下去做功课啊，一定要自己做功课，然后自己要有目标啊。你不要去想说，我今天3万块要赚到3000万啊，这个杠杆操作是有问题的，相对你的赔率也是非常高的。那如果我说我今天有了你看哦，100万，我去买房子、买中古屋出租，我再赔也不会赔到多少钱，但是它赔率是非常低的啊，非常低的啊。你基本上你只是缴给银行利息，而你的房客在帮你存你的本金啊，这是一个良性上的一个循环啊，这个购置产物的一个速度也会加快啊！你相对的，当然你还要去针对市场啊、环境啊、周边啊，你选择标的物啊、选择产业啊，这边再做更深入的一个研究啊。你不要想说好比说外汇好了，你今天投资一个外汇啊，你讲说欧元啊，你玩外汇。完会后，你们讲一个大环境，好比说欧债、希腊这个东西啊，希腊到底会影响那个欧债应该讲说，欧元的涨幅呢？希腊政府的国债是影响不了欧元的涨幅的。为什么说影响不了？因为它整个 GDP 在整个欧元区的比例啊，不到3%。即便今天你就把这个希腊给碾死了，它会影响欧元的涨跌？完全不会。但是因为盲从跟这个羊群效应哈，就是说，借题发挥啊，不管是银行家还是什么，都开始跟你讲说，因为希腊垮啦，会影响到意大利啊，会影响到谁啊，影响其他这个负债比过高的国家啊，也会造成连锁反应啊，先放出这个风声，然后投资人呢开始就是转移啊，卖掉欧元买美元，然后产生一个对倒效应啊，然后去赚这个钱啊。实际上你过没多久它就涨回来，因为它不是事实嘛，就是希腊国债这件事情引起你就是它
引起不了欧元的大幅度的震荡，是引起不了的，所以它只会一个小幅度的震荡，所以它跌的差不多就这样，赶快再打回来，从美元再打回欧元嘛，那这个美元打欧元这件事情，基本上也是半年一个周期啊，大家就是看借题发挥之后互相对打，也是一种赚钱方法啊，所以对获利跟赚钱，其实有更多的我们刚才讲了，尽可能偏向于政府拥有的私有产权的保护，然后呢，它是一个自由经济的市场啊，这样子比较不会受骗啊。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边了，因为今天的节目太难理解了啊。如果对这个节目有问题的，你再留言给我吧，拜拜。还有什么可怕的？还有什么不敢干？知难而进的气魄，乌云背后是蓝天。还有什么没见过？还有什么不习惯？震耳欲聋的沉默，为谁而活？昼伏夜出，这是一种什么动物？快上你的路，思考你自己的问题，一定不会难倒你。还有什么可怕的？还有什么不敢干？震耳欲聋的沉默，乌云背后是蓝天。还有什么没见过？还有什么不习惯？震耳欲聋的沉默，为谁而活？还有什么可怕的？还有什么可怕的？寂寞的时候别唱情歌。